泰国恐怖片为什么能火遍亚洲？因为他们敢拍敢演，不会在片尾强行以科学进行解释。这部刚上映的《寄屋出租》，短短几天就冲到了7.3的高分，整部电影反转不断，强烈建议蹲在马桶上慢慢观看。故事开始，阿伟跟怂姐名下有2套房，为了缓解经济压力，怂姐决定将现在住的别墅出租，自己则搬回原来的公寓。但这个方案却遭到了阿伟的强烈反对。这天，怂姐在面试时，突然接到中介的电话，说有对母女现在要来看房。怂姐急忙赶回家中，却发现阿伟已经跟租客谈好了，表示下个月就可以住进去，之前还不同意，怎么突然就变卦了？丈夫的反常表现让怂姐很是意外。晚上，怂姐准备奖励一下阿伟，却发现他胸口多了个3角图案。เมาก็เลยท้ากันบอกว่ารอยสัก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จ็บน้อยสุดแล้ว。第二天，怂姐回到别墅去拿剩下的东西，无意间发现租客阿珍脖子上有个跟阿伟一样的3角图案，怂姐有些诧异。这时，隔壁王婶发来短信，让她完事后过去一趟。王婶怀疑这对母女并不是医生，因为他们从不外出。窗户上还挂着乌鸦的羽毛，像极了歪门邪道，并且每到凌晨4点，总能听到隔壁传来念咒的声音。房顶还有成群的乌鸦盘旋。更为诡异的是，自家养的狗遇到乌鸦后，隔天就死在了院子里。怂姐回到家，立刻上网查那对母女的资料，结果却显示查无此人。怂姐将此事告知阿伟，可阿伟却毫不在意，似乎早就知道了一样。看着丈夫胸前的同款纹身，怂姐觉得他肯定有事瞒着自己。到了半夜，怂姐再次收到王婶的短信，内容是阿珍母亲没意做法的视频。只见她一转头，视频戛然而止。怂姐立马发消息询问，却迟迟没有得到王婶的回复。她本想将此事告知阿伟，可沙发上却空空如也。不久后，阿伟回到家中，声称自己下楼丢了只老鼠，手里还拿着一本红色书籍，当成宝贝锁在了书包里。怂姐回到房间，发现视频竟然被撤回了，她觉得有些不对劲。隔天一早，准备找王婶当面询问，这时阿珍突然走来，说王婶昨天就回了老家。怂姐显然不信她的鬼话，因为王婶从小就生活在曼谷，况且老家已无亲人，怎么可能无故离去？晚上，怂姐正在熟睡，突然被诡异的娃娃惊醒，还没缓过神来，就看到有道黑影在女儿胸口画着什么。这件事发生后，女儿身上就多了道3角印记。与此同时，阿伟也变得越发诡异，每到凌晨4点就会偷偷溜出去。怂姐觉得事有蹊跷，一路跟到了阳台，结果却看到阿伟在进行某种仪式，头顶还有无数只乌鸦盘旋。怂姐吓得拔腿就跑，但转念一想，要是录个视频发到网上，那不就火了吗？可她打开录像功能，却发现镜头被一道黑影挡住。怂姐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裹上被子。她躺在床上大气都不敢喘，因为阿伟正死死地盯着她。第二天，怂姐趁阿伟不在家，破开密码锁，偷偷把小红书拿了出来。可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片空白。นิ้งมาเอาของในกระเป๋าของผมไป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อ่ะของอะไรอ่ะ怂姐想将书藏进杂物间，结果却发现里面被布置成了一个祭坛。显然阿伟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当天下午，怂姐去学校接女儿小婷放学，看到小婷用书遮着脸，身旁还坐着梅姨，怂姐吓得急忙冲了过去，却发现眼前的只是幻觉。这时小婷走了出来，脖梗处又多了道诡异的图案。怂姐吓坏了，当晚就带小婷住进了酒店。可小婷却闹着要回去帮爸爸。ช่วยอะไรเองป้าให้เองทำอะไร？面对怂姐的质问，小婷却选择了沉默。第二天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怂姐查到了那对母女的真实资料，身份证号码果然有篡改的痕迹。虽然没有前科，但肯定不怀好意。回到旅馆，怂姐发现小婷不见了踪影，保洁说她被阿伟带走了。怂姐火速回到公寓，突然看到床下渗出了红色液体，她将床垫挪开，一个巨大的3角图案出现在眼前。之后，她来到别墅，发现屋里一片狼藉，做法的仪器随处可见，桌上还有许多动物的尸体。怂姐急忙打电话给中介小胖，才得知母女俩昨晚就搬离了别墅。小胖表示知道梅姨的新住所，可以带她一起过去，但怂姐途中无意间发现小胖手背竟然也有个3角图案。怂姐意识到他们是一伙的，急忙下车逃跑，可还没跑2步就被追来的小胖一拳打晕，然后装进了行李箱。电影的重头戏从这里才刚刚开始。11年前，阿伟有个可爱的女儿，名为小佳。自从前妻去世后，父女俩就相依为命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家里热水器出现故障，将小佳电得当场丧命。看着焦香扑鼻的女儿，阿伟绝望不已。自那以后，阿伟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家里，靠看小佳留下的视频以解相思之苦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好几年，
直到这天怂姐的到来，才让阿伟重燃对生活的信心。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结为夫妻，并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小婷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阿伟发现小婷是通灵体质，竟能和死去的小佳对话。那天梅姨母女来租房时，也说看到了小佳的身影，还拿出一本小红书，声称能让小佳复活。阿伟思女心切，这才答应将别墅出租。为了尽快将小佳复活，阿伟当天就入了教，每到凌晨4点就会去天台跪拜。没多久，天空就有乌鸦盘旋。梅姨说这是神的信使，要带小佳的灵魂离开人间。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用年龄相仿的小婷作为容器，让两个灵魂共存。阿伟回去后向女儿小婷坦白一切，小婷早已和小佳成为朋友，爽快答应了下来。那晚在天台举行仪式时，阿伟果然看到了小佳的身影。之后梅姨告诉阿伟，在进行合体仪式前，还需要在小婷身上刻下3个印记，目前已经有了1个，第2个则由梅姨来完成。谁知中途发生变故，小婷竟然被怂姐带走了。好在小婷打来电话，透露了酒店的位置。阿伟趁怂姐调查梅姨资料的时候，偷偷来到楼上，将小婷带回了别墅。就在这时，阿伟突然收到阿珍的消息，让他们来王婶家里。两人一直待到深夜，透过窗帘刚好看见怂姐上了小胖的车去找梅姨，所有的时间线都对上了。此时阿伟发现王婶家里异常脏乱，不免对阿珍产生了怀疑。ที่คุณบอกว่าป้าพรไปฝึกจิตกับองค์เทพอะเขาจะกลับมา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ล่ะครับมีธุระอยากคุยกับป้าพรนะครับเดี๋ยวคืนนี้ป้าพรแก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ละ不久后，举办仪式的时辰到了，阿伟划破手掌，在小婷额头画下了最后1道印记，然后便退出了房间。随后，阿伟来到1楼，看到门外有道人影，下意识认为是女儿小佳回来了。然而房门打开，来人却是消失已久的王婶。阿伟上前打招呼，王婶二话不说，直接就给他来了一刀。阿伟还没搞清什么情况，王婶就将他扑倒，又补了1刀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梅姨的阴谋。她的女儿佩佩7岁那年不慎溺水淹死了，灵魂一直封印在这具木偶中。这些年来，梅姨一直带着儿子小胖和女儿阿珍寻找合适的肉身。4个月前，梅姨盯上了拥有通灵体质的小婷，一个邪恶的计划就此展开。他们利用小胖的中介身份来到阿伟家里看房，几人搬进来后，意外发现了小佳的魂，不过区区一只小鬼，梅姨并不放在眼里。หนูอยู่ในตุ๊กตานี้ก่อนนะลูก。梅姨将小佳的魂封印进了娃娃里，然后在凌晨4点开始为女儿佩佩招魂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王婶拍视频被梅姨发现。不久后，梅姨找上门，直接将王婶变成了傀儡。梅姨想要复活女儿，现在还差最后一步，说服阿伟的女儿小婷。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，梅姨利用灵魂出窍的能力，让小婷看到自己身体里也住着个女孩。女孩表示自己已经在梅姨体内待了50年，即便肉身老去，灵魂依然能青春永驻。ถ้าหนูทำพิธีพี่จ๋าจะอยู่กับหนูได้ตลอดไปเลยใช่ไหมใช่แต่เธอต้องอนุญาตก่อนนะหนูอนุญาตค่ะ梅姨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时间回到仪式开始前，阿伟退出房间后，小婷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ทำไมคุณยายถึงให้พี่สาวคนนี้มาอยู่ในตัวด้วยคุณยายกับพี่สาวเป็นเพื่อนรักกันเหรอเปล่าเราแทบไม่รู้จักกันเลยจริงๆแล้วเจ้าของร่างนี้ถูกฆ่า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ฉันครองร่างนี้เพียงผู้เดียวไงนี่พี่เหรอ小婷知道了梅姨的阴谋，吓得夺门而逃，结果却看到父亲已经遭到了他们的毒手。小婷很快被抓了回去，仪式继续进行。梅姨剁掉乌鸦的脑袋，用其鲜血涂抹在符咒上，伴随着小婷被摁倒在床，灵魂合体也进入到了最后阶段。阿伟听到女儿的惨叫声，强忍着剧痛摸到楼上，解决掉了傀儡王婶，然后试图把阿珍也做掉。在与阿珍的打斗中，阿伟开始还占据着上风，可没想到对方不讲武德，直击他的伤口处，剧烈的疼痛很快就让阿伟再次倒下。与此同时，小胖打开行李箱，准备将怂姐的尸体处理掉，可就在他丢手机的功夫，怂姐竟然不见了。原来怂姐一直在装死，他趁小胖不备，一剪刀将其送走。当怂姐赶回别墅时，发现天空出现了成群的乌鸦，显然仪式已经开始了。怂姐随便找了把锤子，直接就冲了进去。此时小婷躺在床上，已经没了意识。怂姐举起铁锤试图打断做法，可身体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在原地。当看向一旁的镜子时，一群邪灵正将他死死缠住。下一秒，怂姐整个身体漂浮在半空，然后重重摔倒在地。怂姐急忙起身，上前查看小婷的情况，却发现她眼睛里出现了另一个同人。怂姐赶紧抡起铁锤朝人偶砸去。就在这时，佩佩突然现身，想要将怂姐活活掐死。怂姐哪受得了这气，反手就是一锤，人偶瞬间化为一团齑粉。怂姐抱着小婷想要逃离此地，却被阿珍拦住了去路。眼看母女俩步步逼近，危机时刻，头顶的天花板突然塌陷，邪恶母女被重重砸倒在地。此时小婷终于苏醒过来，梅姨以为女儿成功复活了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然而下一秒，母女俩就被一根钢筋贯穿了脑袋。这件事结束后，怂姐来到病房看望小婷，结果在枕头下发现了阿伟与小佳的合影。她急忙问小婷这张照片是从哪里得来的，可听到的竟然是คุณนะ เอ็งว่าไงนะจ๋าขอโทษ
影片的最后，小佳以小婷的身份和怂姐生活在了一起。梅姨是为了复活女儿，阿伟是为了复活女儿，只有怂姐是为了保护自己女儿。搞到最后，阿伟只是换了个女儿。谁能体会到怂姐此刻的心情？不仅亲生女儿被折腾没了，还要含着泪照顾丈夫跟他前妻的女儿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